来人，给本宫把丽妃和她产下的怪胎一并处死。于一洛努力地掀开眼皮儿，便听到了这句话，想抬头去看看说话的是什么人，可是这身体啊，才刚出生没多久，压根儿就看不到说话的是何人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是怪胎？连嬷嬷抱着的于一洛却越听越不对劲儿，疯狂地运转着脑子。这个所谓的皇后是想处死我和生我的妃子，如此奢华的寝宫，我这就没命享受了。丽妃，你自己生了怪胎事小，影响国之安定事大呀。本宫作为后宫之主，自然有权处理后宫大小事，把这怪胎抱给丽妃好生看看，省得她以为本宫冤枉了她。娘娘，小公主她，您看看就知道了。小公主才刚生下来时，她就注意到了与其他孩子不同，好在稳婆没发现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可没想到皇后会在这个时候过来，看到努力睁着眼的于一洛，视线不禁落在了她金色的瞳孔上。哇，好一个破碎感十足的大美人儿！瞧瞧这鼻子，这眼睛，这嘴巴，怪不得好多皇上都活不过30岁。后宫若都是这样的大美人儿，能活得长才怪呢。一道道声音在耳朵旁炸开，丽妃抱着于一洛的手顿了一下，抬眸看向店里的其他人，伺候的宫女都垂着头，皇后则是含笑盯着她，并无一人开口啊。那她听到的声音是谁发出来的？丽妃，可看清楚了，宫里嫔妃若是生下怪胎，一律处死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。想起来了，我不是穿越，是穿书了。我就说，怎么越听越熟悉呢？等会儿皇上那个暴君还会过来，毫不留情的把我和美人娘亲一起处死。丽妃垂眸看着怀里的孩子，难道我刚听到的话是我刚生下的女儿发出来的？正思索着，放肆！这是本宫的孩子，谁若是敢上前一步，本宫就对谁不客气。皇后娘娘，小公主是无辜的，求你放过小公主。皇上驾到！寝宫里的人哗啦啦的全部跪在地上。万岁！皇上，丽妃才生产完，这等污秽之地，您实在是不该来的。无妨，去把丽妃产下的孩子抱过来给朕看看。曹公公领命啊！皇上不可，小公主她……见皇后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其他人又神色各异。皇上眯了眯眼，俯身去查看曹公公抱着的于一洛。看什么看啊，暴君，是不是打算处置了我这个怪胎？对上他金色的瞳孔，皇上耳边骤然响起声音：没见识，被我这个怪胎吓到了吧？我呸！还怪胎呢？这个都是皇后的手笔，不过是为了把我和娘亲除掉。亏你头发那么长，结果见识如此短，都不想着让太医来检查检查，就把我处死了。可怜我刚出生，有口不能言，不然啊，就能拆穿你这端庄大方的皇后的把戏了。不过没事，团灭了，大不了就重开好了。皇上直起了身子，有些不确定心中的猜想。你可曾听到有人说话？曹公公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难道皇上也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？女儿说了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话，说是皇上真的听到了，只怕女儿就没法活命了。在皇上的脸上没有看出什么异样，看来皇上是听不到，不然只怕不会这么淡定。皇上，小公主如今这样，您看是不是直接处置掉？宫里之前也出现过类似小公主这样的，都是直接处置了。臣妾请求皇上传个御医过来，给小公主看看。皇后的心中有几分慌乱。当着一个刚生产完的母亲面前说要处置掉她的孩子，好恶毒的心啊！你这是打算刺激美人娘亲，让暴君把我们一起除掉吧？哼，这算盘打得还真响啊！之前处置掉的那个孩子也是你用同样的方式才除掉的嘛，如今又用到我身上，可惜我没办法说话辩解，不然啊，直接反杀了你这个心机婊！皇后向来端庄宽容，岂会做出如此恶毒的事？皇上让太医来看，无疑是告诉天下人丽妃产下一个怪胎，到时候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该如何堵？见他迟迟不说话，皇后担心他真让人去请太医去。又来，你这是担心太医查出什么端倪慌了吧？哼，他说的如此冠冕堂皇，不怪美人娘亲真聪明，还知道让太医来看，不像这暴君，吱都不吱一声就把我嘎了，真是白瞎了这张好脸。曹公公，去请太医过来给小公主看看，多请几个。皇上，您这是忘记了老祖宗的规矩。皇后，你这是在教训朕吗？
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朕作为天子，打破一下不合常理的规矩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好的规矩自然会遵从，坏的就没必要了。臣妾不敢。霸气啊，暴君！还知道多请几个御医，皇后的后槽牙只怕都被咬碎了。毕竟他只收买了为娘亲请来的许太医。这小家伙的夸奖和大臣妃嫔的恭维不一样，毕竟他不知道我能听到他的心声，所以夸奖的话肯定是发自内心的。好困呢，还有被这暴君抱着好不舒服啊！听到他的心声，皇上下意识地调整了下手势。哇，这个褒词也太棒了吧！一抬眼就能看到美人娘亲的盛世美颜，瞬间就不困了。皇上，太医来了。你们看看，小公主为何会是金童啊？臣每日为丽妃娘娘请脉，并未察觉丽妃娘娘脉象有异。爷，接着爷，皇后娘娘嘱咐过你，就是有异呀，你也不会说。可惜这儿啊没有奥斯卡奖，要是搁现代，高低给你颁一个小金人。皇上，3位太医已经查看好了。3位大人，小公主为何会这样？臣未查出原因，小公主一切正常。皇上淡淡的点头。臣和许大人结果一样。皇后嘴角的笑意加深，绷着的心也放松了下来。林太医，你呢？林太医医术不错，肯定能查出我身体的异样。就是他在太医院被皇后的人打压的不行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皇后不敢说，我的小命可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了。回皇上，小公主身体健康。皇后心里大喜，不过是服用了一种药物，小公主才变成了金童。林太医怎么会知道？许太医不是说没人能查出异样吗？皇后这是怎么了？可能天气变凉，臣妾身子不好，失态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下小命应该保住了。林太医太棒了，皇后都心虚了。按照皇后记仇的性子，林太医往后在太医院恐怕会过得更加艰难了。林太医可有办法让小公主恢复正常？可以，臣回去配几服药给小公主服下，便可以恢复正常。既然小公主无碍，本宫向丽妃妹妹赔罪。本宫是后宫之主，想为皇上分担，不想好心办坏事，误会了妹妹。本宫这就回宫，让人送人参过来给妹妹补身子。他说着就打算离开，不想外面有人匆匆来禀。皇上，这是边关传来的。皇上接过，打开看了后，脸色沉了沉。完了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记了呢？这人给的信指定是边关传来的。舅舅为了击破一个时常侵犯边关的小国家，假装投降打入内部，不想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。说舅舅通敌叛国，先有我是金童这事儿，又加上边关的信，暴君一气之下处决了我和美人娘亲，完美的完成了双杀。外祖父常年在外打仗，身子本来就不太好，得知我和母妃被处死，舅舅被诬陷通敌叛国，一气之下直接吐血身亡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这是太师的手笔，又和皇后有关系。侍卫给他的信上确实是说金将军通敌叛国。朕还没说，这小家伙就知道得一清二楚，还知道是谁的手笔。看来小家伙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呀。外祖父吐血身亡后，被舅舅知道了，舅舅着急回京看外祖父，结果暴露了身份，被万箭穿心射死。本来以为活了下来，按照暴君的尿性，只怕这次是真的要团灭了。好困啊，死就死吧，先睡一觉，反正暴君一家也活不长。活不长，还一家都活不长，为什么活不长啊？皇上还想知道原因呢，可耳边却没有了声音。张嬷嬷抱着熟睡的于一洛上前，娘娘，小公主都没事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开心啊？你才生产完，要保重身体。本宫没事。娘娘，皇后这次能得手，想来是安插了人在我们宫里，奴婢会找出人来，娘娘放宽心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一觉醒来天都黑了，不过怎么这么安静？听到声音，丽妃知道他醒了，起身把他抱起来。芙蓉呢？没有听到声音，抬眸便看到了一道明黄色身影立在面前。你抱着小公主，又才生产完，不必行礼。这暴君又来干嘛？打扰我和美人娘亲的二人世界吗？不知皇上来臣妾这儿所谓何事？朕想起小公主还未起名，所以处理完事就过来了。丽妃觉得小公主叫什么名字好啊？臣妾才疏学浅，还是皇上为小公主赐名吧。母妃，你咋就这么谦虚呢？你一个京城第一才女，说自己才疏学浅，也不知道暴君会给我起个什么名。皇上沉吟片刻，往窗外看了一眼，
秋水伊人，落落如石，就叫伊洛吧。洛洛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啊？落落如石，顽固如石头一般，确实挺符合我的。至于这秋水伊人的意思，这是暗戳戳的给母妃表白吗？思念中的那个人。皇上和丽妃额前划过黑线，这女儿有点聪明啊，但不多。洛洛，这个伊的意思是父皇希望你长大温文尔雅，仪态大方；落落如石的意思是希望你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坚韧不拔。装，接着装，明明就是对母妃有意思，不然也不会在母妃死后还找个替身。现在你没意识到喜欢母妃，等那些狗血的真相明了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母妃死了你后悔，外祖父一家死了你更后悔，可惜没有后悔药。皇上，臣妾昨夜梦到哥哥了，不知道哥哥在边关可还好？金将军在边关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朕听闻他潜入了敌国里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京了。哎，我去，这暴君 OC 了呀！他怎么相信了舅舅不是通敌叛国？难道是因为证据还没拿到手？明日早朝就有人造证据了。居然还有证据！朕看着洛洛就觉得神清气爽。明日早朝，朕带洛洛一起去上朝吧。丽妃愣了愣，我刚出生一天你就让我打工，暴君，你做个人吧！他看到我就神清气爽，我又不是风油精啊！难道这就是我天选打工人的命吗？21世纪天天上班，现在刚出生还得被迫营业，天选打工人无疑了。算了，被迫营业就被迫营业吧，到时候顺便想办法救我那威武不凡的舅舅，免得美人娘亲伤心。丽妃只觉得心里暖融融的，女儿果然贴心。皇上抱了于一洛好一阵儿，没再听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倒是听了不少编排他的。小家伙就知道给他泼脏水，自己还不能反驳解释。郁闷不已的他吃了几碗米饭，才感觉舒畅了不少。站起身打算离开，哎呦，可算走了，接下来就是我和娘亲的二人世界了。呀呼！皇上的脚步一顿，门口走进来一个打扮的比其他人张扬的宫女。芙蓉，你找娘娘有事儿啊？古代有夹子。奴婢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所以回房休息了，现在好些了，过来找娘娘请罪。既然不舒服，就好生歇着，穿着这一身行头过来做甚？皇上此行也不走了，又坐回到椅子上。还能做甚？瞧瞧这打扮，可不就是专门来见暴君的？说谎真是张口就来。我眼睛变成金色这事儿，可少不了他这个帮凶。奴婢现在已经无事，谢娘娘关怀。丽妃点了点头，听了女儿的话，已经肯定芙蓉吃里扒外了。这宫女是丽妃你的贴身宫女，方才她冲撞了朕。曹公公，把人拖下去杖毙吧。芙蓉嘴角的笑僵在了脸上，她以为皇上问第一句话是看上了她。皇上饶命，奴婢并没有冲撞皇上的意思。暴君还真是个鉴表大师啊，一眼就知道芙蓉的小九九，赶紧给母妃解决了这个害虫吧。皇上听得开心，不过也可能是芙蓉不够美，若是再美一点，肯定二话不说就收了。啊，真是那样的人吗？娘娘，奴婢真的没有冲撞皇上的意思，奴婢从小和娘娘长大，娘娘你救救奴婢呀！不知道堵住他的嘴拖下去吗？还要让朕来教你们？两人忙拿出一块布塞到芙蓉的嘴里面，拖着出去杖毙。朕回头让内务府给你拨几个老实点的过来伺候。皇上离开后，娘娘，奴婢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可也不能养虎为患呐。嬷嬷不必担心，本宫没事，只是有些唏嘘罢了。于一洛还在思索着明日如何帮舅舅呢，可是吧，这睡意来袭，便就直接睡过去了。翌日辰时，于一洛睡得正香，感觉自己的身子被人抱了起来喂奶。洛洛，跟父皇去上朝了。唉，做个婴儿都如此困难，这才几点啊？看他困倦不已的样子，皇上看得发笑。皇上驾到！等候着的大臣们听到皇上驾到，齐刷刷俯身行礼。众卿平身。谢皇。大臣们谢过恩后站起身，看到皇上怀里抱着的孩子，愣了愣。洛洛，醒醒，上朝了。皇上，这是小公主，朕带着她来上朝，方太师有意见吗？皇上，自古以来女子不能干政，你带小公主上朝更是于理不合。哪个皇上上朝带个婴儿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哼，小公主才出生，能听懂什么呀？还干政？我看方太师你是老糊涂了呀。
你也知道公主才出生呀，那你带她来干嘛呀？皇上，要不朕这个位置让给太师你坐？老臣惶恐。还知道惶恐啊？看来没彻底老糊涂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于一洛的心里面笑出鹅叫，想不到暴君这么会对人，太师的脸啊，真是比那调色盘还好看。禀皇上，金将军通敌叛国，是不是该捉拿回来问罪？金将军一家忠心耿耿，丞相可是有证据啊？臣有金将军和敌国沟通的证据。被人当枪使的李丞相，以后知道这信是假的，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清正廉明的一生也因此染上了污点。丞相可信，看来朕眼光还是很毒辣的。丞相果然是个好丞相啊！暴君不说话，他该不会是信了吧？这信和舅舅的笔记虽然一样，可确确实实是伪造的。毕竟舅舅递了几封密信都被人拦截了，可是我又不能说话，只会嗷嗷哭，也没用啊！哼，居然还拦截金将军的密信。若不是听到女儿的心声，他真的会相信这信是金将军所写。这信看着和金将军写的一般无二，可真细细看还是有些不同。李丞相，你认为呢？皇上对金将军笔记熟悉，很相信皇上。这暴君真的 OC 啦，居然相信舅舅了。看李丞相都有些猛吧？相信就好，不用团灭了，喜大普奔呐。洛洛，你看父皇这么相信你舅舅，真是不是英明神武，堪称明君啊！哎呀，皇上说这么多，小公主能听懂吗？是，你若是能一直保持这样，你们一家的命和江山肯定不会落入别人手里啦。皇后命人送人参去给丽妃补身体。丽妃这个狐妹子果然留不得，现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给我添堵了。看到朝御书房走来的皇上，皇后垂着的手紧了紧。皇上居然一路抱着小公主过来。皇后，找朕是打算请罪的吗？臣妾已经赔过罪，给丽妃妹妹送人参过去了。皇上，这是臣妾为您熬的汤。皇上就这么盯着他，也不说话。皇上为何这么盯着臣妾？难道皇后不觉得自己应该向朕请罪吗？还自己熬的，说谎真是脸不红气不喘。工人一路提着进来，你接过手上就成了你熬的。可是臣妾已经……你给丽妃送人参是赔罪，可是洛洛变成这样，不是你的手笔吗？朕若是再晚过去一点，你是不是把丽妃母女俩都给杀了？臣妾冤枉，后宫里妃嫔有孕，都是臣妾照料，亲力亲为，就担心皇嗣有什么闪失。臣妾若是真害丽妃，别人岂不是最先怀疑臣妾？哎呦，是，你亲自照料，结果用药把还没出生的小皇子变成怪胎，等生产那天把人家母子俩都杀了，一个个都被你照料没了。后宫还夸你皇后仁厚，真是一群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傻子。皇上回想了一下，似乎真如洛洛所说。瞧瞧你这真诚脸，暴君只怕又信了。毕竟你是他的好皇后啊，可惜他不知道，他的好皇后自己没有孩子，也不想让别的妃子有孩子，这嫉妒心啊，杠杠的。什么叫皇后没有自己孩子？那太子是谁的呀？他一个皇帝这么惨的吗？他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许太医都招了，你都做了什么？用不用朕叫人过来和你当面对质啊？皇上既然已经认定是臣妾，臣妾无话可说，任凭皇上处。皇后德行有亏，收回凤印和掌管六宫之权，闭门思过2个月。皇上心里面有太多的疑惑，想从于一洛的身上得到答案，可是小家伙已经睡着了。把小公主送回去给丽妃，再去刑部传朕口谕，让他们提审许太医。你抱的时候小心点啊，别摔了。曹公公点点头，皇上如此宠爱小公主，他哪敢不小心呢？曹公公点点头，皇上如此宠爱小公主，他哪敢不小心呢？于一洛被送回到丽妃宫里睡了一觉，醒来喝了奶后，满足的咂巴咂巴小嘴儿。都说秀色可餐，如今可算是体会到了，就娘亲这美丽的脸，真是怎么看也看不腻呀！也不知道哥哥怎么样了，今日本宫的眼皮跳个不停。嬷嬷，你去打听打听今日朝中发生的事。烦死了，好想告诉美人娘亲，舅舅已经没事了，让她别担心。有洛儿这个小福星在，娘相信哥哥肯定会没事的。对啊，舅舅没事，难道这就是我和娘心有灵犀吗？
张嬷嬷大概缺了一盏茶的功夫就回来了。娘娘，今日真是喜事连连，奴婢还听了另外一件事儿。哦，什么事让嬷嬷如此高兴？听闻皇后被剥夺了6宫之权，闭门思过2个月，皇上还让人去提审了许太医。皇后失去了掌管后宫的权利，不知道暴君会让谁来掌管呢？皇上驾到！让他们把东西抬进来吧。便看到几个小太监抬着东西鱼贯而入。皇上这是？这些都是给洛洛的，丽妃好生收着。抱我起来，我要看看暴君又赏了啥好东西啊！丽妃哭笑不得地把他抱起来。美人娘亲太懂我了。哎，那匣子里是啥呀？这是父皇给洛洛的暖玉，洛洛喜欢吗？喜欢，看这质地应该挺值钱的，给我弄个10块8块的就更喜欢了。原来洛洛还是个财迷啊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银钱收买他，从他那儿知道一些事啊？于一洛放下暖玉后，又看向了其他匣子，再看到有他拳头大的夜明珠时，眼睛都直了。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小巫婆，我才出生就赏了这么多。若是暴君一直赏我到长大，那我该是怎样一个天真开朗的小女孩啊！给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女儿还一直说她是暴君，还好皇上听不到女儿的话，不然夸我的和骂她的一对比，不得气死啊！金将军在边关一切都好，丽妃不用担心。谢皇上告知。先带洛洛去御书房玩玩。走到御书房门口，看到等候在门口的刑部尚书，有结果了，进来说。刑部尚书跟着进入御书房，看着皇上抱着的小公主，愣了愣，说吧。哎呦，暴君，你做个人吧，你自个儿瞅瞅，刑部尚书那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肯定觉得你不该带我来这御书房。御书房重地，你带我来合适吗？赶紧送我回去，我要躺在娘亲香软的怀里睡觉。于一乐就不懂了，现代的奶爸都做不到这样吧？暴君怎么就这么热衷于大娃呢？臣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朕带小公主来御书房不妥，想劝朕别这样？臣不敢。不敢就是觉得朕不该这样，只是碍于朕的身份不敢说吧？可不是嘛，说了你又不改，人家都懒得说了，毕竟太师啊都被你对得哑口无言。行了，那个许太医审的怎么样了呀？这是许太医签字画押的罪状，请皇上过目。看完上面的条条罪状，皇上脸色阴沉地把折子扔长案上。既然这些都属实，明日行以斩刑。刑部尚书领命离去，曹公公把摔在地上的折子捡起来。怎么了？皇上，这是金将军的折子。舅舅这折子都送来几天，居然现在才看到，折子暗藏玄机，没被看出来才被递进来的吧？暗藏玄机？皇上怎么看都是一封再平常不过的折子，难道是身边人有问题？皇上看了曹公公一眼，又给否定掉了。皇上，丞相大人求见。让人进来。丞相穿着朝服，看到皇上抱着小公主，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他进宫时都听了一路了。丞相大人见朕，所谓何事？皇上，三皇子看上了臣的女儿，说要纳妾，臣是来求皇上主持公道的。唉，这是这个月第几个了？第6个。丞相听到了吗？你是这个月第6个过来说这事儿的，是不是你女儿看上了三皇子，非要做他的妾啊？不可能，臣的女儿性格内敛听话，怎会？怎么不会啊？男主光环呗。他没登基时就是后院议员，登基后为了穿越女，遣散后宫佳丽3000。行，朕知道了，明日朕选你们进宫问话。皇上摆摆手，打发掉丞相。贤妃温良贤淑，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儿子？性格真是谁也不像啊！洛洛，你的几个皇兄，你觉得谁可以当皇帝啊？有我挑的余地吗？肯定是三皇子啊，人家可是男主哎，你都是死在他的手里。翌日，于一洛没被带去上朝，睡到了自然醒。其实他也不是自然醒，是被尿憋醒的，结果还是尿在尿片上了。洛洛，父皇带你去玩。皇上带洛儿去哪玩呀？臣妾要不再给他添件衣裳？不用，三皇子进宫，朕带他去看看。行，娘娘，皇上对小公主真好。可能是洛儿讨喜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抱着于一洛去到大殿，坐到上首位之后，几人齐刷刷行礼。于一洛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睛，盯着下面的人，长得真是好看啊，完全是男女通吃，怪不得姑娘们挤破脑袋想进他的后院，同情暴君几秒钟。不是，怎么又同情上朕了？三皇子长这么好看，又不像暴君，暴君难道不怀疑的吗？怀疑什么呀？
皇上感觉自己真的被整懵了，一个疑问还没搞清楚，又来一个。不知道父皇宣儿臣进宫所为何事？你们起来吧。你想纳李小姐为妾，人家丞相大人同意了吗？回应皇上，臣女自愿给三皇子当妾，求皇上成全。这李小姐肯定是长脑子了，活生生的恋爱脑啊！身份又不低，你一个丞相之女做个什么不好，非要赶着做妾？王宝钏来了，只怕都得给你让半个山头，让你和他一起挖人才。李丞相恨铁不成钢的看了女儿一眼。丞相听到了吧？求皇上成全。皇上，小女已经许了人家，万万不可给三皇子为妾呀！三皇子是什么样的人？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百姓，谁都清楚。后院女人无数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流连青楼。既然已经许了人家，今日这事朕就当没听过。暴君还是挺有人情味的。皇上嘴角抽了抽，他又不蠢。爹，你今日若是不答应我，我就撞死在这儿。胡闹！你母亲为你挑的婚事极佳，李小姐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丞相夫人给她挑的人家是真的很好啊，可惜她满心满眼都是三皇子，丞相夫人只能舍下脸去退婚，婚没退成，还让另外一个庶女顶上。这庶妹啊，也算是捡漏成功，过得很好。挥了挥手，示意丞相把女儿带离开。李家被李丞相连拉带拽的出了大殿。父皇，既然没事，那儿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儿臣府里的武姬才编排了一支新舞，儿臣等着回去看。谁让你母妃暂时掌管后宫，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让你母妃给你挑个正妃，别成天和那些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。哎呦喂，我的傻父皇，你还真是慧眼如炬，会挑人啊！怎么就让贤妃掌管了后宫呢？三皇子能成功登基，可真是少不了你的添砖加瓦。你是不是觉得三皇子只知道吃喝玩乐和女人厮混？其实人家是在商量怎么取代你呢。父皇，儿臣名声这样，选正妃的话，也没有大臣愿意把女儿嫁给儿臣。朕心意已决，你回去吧。看来男主已经喜欢上穿越女了，所以才不肯选正妃。这男主也有些惨呢，自己身世都不清楚，即便登基后，也依然认为暴君是他的生父。什么叫以为我是他生父？难道不是吗？贤妃还有胆和别人苟合，会乱后宫，混淆皇室血脉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三皇子这性格和贤妃还有皇上您都不像。曹公公溜啊，太会说话了。可是下次不要再说了啊，容易掉脑袋。那你觉得三皇子性格像谁呀？这是还能像谁？当然是像你看中的禁军统领邓枫了。可你肯定想不到，皇上手上的茶盏就这么碎了。看样子暴君被三皇子气得不轻，帮人家养孩子，还把自己的安危交给三皇子的生父，如今又把后宫之权交给了贤妃，到头来气的呀是自己。大冤种实锤了，除了是冤种，还是个平平无奇的踩雷小天使啊！不是雷你不放在身边啊，佩服佩服。想要生活过得去，身上必须带点绿；想要生活过得好，头上必须长点草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现在已经不能直视暴君威严俊美的脸上了，总感觉他头上一片绿。皇上摔掉手上的茶盏。皇上，您的手没事吧？这没事。是三皇子气你，又不是我。凶我这个小可爱干嘛？还是美人娘亲脾气好，不像暴君喜怒无常。曹公公，把小公主抱回去。他暂时现在不想看到于一洛，怕自己还没被人弄死，就先被他给气死了。另一边，带着女儿回府的李丞相也气得不轻。老爷这是怎么了？嘉儿这是怎么了？眼睛都哭红了。难道是三皇子非要嘉儿去做妾？你别假好心了行吗？若不是你为我订了婚约，又怎会这样？丞相夫人闻言不可置信地看着李家。李家，你怎么和你母亲说话呢？你非要作践自己，去给三皇子做妾，如今又冲你母亲发火，谁教你这样的？我就是要给三皇子做妾，三皇子至少有身份。别以为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我不想嫁到蔡家有什么错？不知好歹！你既然想给三皇子做妾，我成全你。老爷，你怎么能同意呢？好，我自己做的决定，不会后悔。好，我会去退了你和蔡家的婚事。丞相府丢不起这个人，你出了丞相府，和李家就再也没了关系。好，与李家这边不同的是，三皇子回府就去了杨欣的院子。陈哥哥，
哥，你回来了。潘敏良，你站在外面小心染了风寒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想见到陈哥哥吗？今日皇上宣你去，所谓何事？不会又因为李家骂你了吧？明明就是李家死皮赖脸缠着你。要怪就怪陈哥哥，你长得太帅了。父皇没骂我，倒是让心儿你受委屈了。我不委屈，陈哥哥你又不喜欢他们，是他们贴上来的，这样也说明陈哥哥你有魅力，我眼光好。心儿这般好，为我出谋划策，我实在是说不出口。怎么了，陈哥哥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三皇子略微沉吟片刻，一边观察着杨欣的表情，一边把皇上要为他选正妃的事情给说了。可是你明明答应过我，正妃的位置是我的，还答应了给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心儿，你也知道我如今没有反抗的能力，我们这儿男人3妻4妾再正常不过，和你来的那个地方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都是男人，我们那个地方可以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做不到就别招惹我。于一洛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，他不知道暴君为何最近都不带他去上朝，也不来看他。娘娘，如今这宫里都在传小公主失宠了。花蕊在娘娘面前嚼什么舌根呢？奴婢就是觉得他们是胡说。皇上虽然没来娘娘宫里，可是也给小公主送了不少东西。你既然觉得他们胡说，还搭理作事，宫里这么多嘴，什么都在意，你不是为难自己吗？奴婢明白了。既然明白了，就去领探过来吧。娘娘，听说贤妃近日要为三皇子选正妃，让贵女们都来参选。皇子选妃弄这么大阵仗，贤妃这是想借此机会立威吧？可不是嘛，最近贤妃啊，可是换了不少自己的人，也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君心难测，总归和我们无关就是了。让你去太医院看看林太医，这事儿你去办了吗？看了，林太医一切都好，就是听说许太医被斩首了。斩首？丽妃心里微差，她都还没有动手给洛儿报仇，皇上出手可真快啊。两人说了一会儿话，去领炭的花蕊哭着进来。这是怎么了？没领到炭吗？花蕊把领来的炭递给张嬷嬷。炭拿到了，你哭什么？等看清楚炭后，抬眼才注意到花蕊的一边脸上有个巴掌印儿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给花蕊涂药再说。刚上好了药，别把药哭没了，浪费娘娘给你的药。内务府的人说还没进入冬天不给炭，我就说小公主要用，他们就拿着不好的木炭打发我，我气不过，又和他们吵了起来。花蕊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花蕊退了出去。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嬷嬷，你去请皇上过来，就说本宫请他过来商量小公主的满月宴要怎么办。美人娘亲这是支棱起来了，肯定是心疼我才这样的，果然世上只有妈妈好啊。洛儿放心，娘亲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张嬷嬷穿过长长的公道，去到御书房，对守在门口的侍卫说明了来意，请他们进去回禀。皇上，丽妃娘娘宫里的嬷嬷求见。所谓何事啊？和您商量小公主的满月宴。知道了，先等会儿过去。曹公公闻言，皇上还真是奇怪，之前恨不得把小公主拴在身上，这半个月又不肯去见小公主，真是揣测不了皇上在想些什么。走吧，去丽妃宫里。路上听到一群宫女太监的说话声。你们知道吗？之前觉得小公主受宠，结果才几天就不受宠了，皇上都好久没去看她了。一个公主而已，早有预料，皇子都未必能一直得皇上看重呢。之前还羡慕在丽妃娘娘宫里当差的人，现在有些庆幸自己没去。听说呀，今日他身边的宫女主子的事儿容得你们嚼舌根吗？几人听到声音，转头看到皇上和曹公公，忙跪到地上，吓得魂儿都差点没了。曹公公，按规矩处理。到丽妃的寝宫门口，皇上拢了拢外袍，抬腿走了进去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上前扶她起身。你个大猪蹄子，放开我美人娘亲，怎么还一直牵着呢？臭不要脸的！丽妃下意识地想把手收回，皇上却紧紧地攥着，目的就是想气小家伙。皇上，臣妾去把洛儿抱过来。丽妃，你身边伺候的宫女呢？她有些不舒服，让她去休息了。伺候的宫女被人打了呗，下手还不轻。如今后宫是贤妃掌管，我可不信这事儿和贤妃无关。皇上眉头轻蹙，嬷嬷，你去把炭烧上，有点冷。嬷嬷会意，转身去把木炭给烧上了。臣妾身子弱，洛儿还小，寝宫旁边就是荷花池，吹风寒气比较重，皇上见谅。这是什么炭啊？赶紧给灭了，免得洛洛吸了去。宫里没炭了吗？怎么用这种炭呢？
宫里当然不会没炭了，这不是宫斗桥段吗？肯定是贤妃故意为难娘亲，给这炭羞辱呗。若是没有她的授意，内务府的人哪敢打娘亲的贴身宫女啊？可能是还没入冬，身边的人去领。内务府是这么回的：臣妾之前用的是去年没用完的余炭，要是忘记了，今年还没入。曹公公，去把内务府的总管叫过来，还有是谁给丽妃宫里拿这炭的，一并叫过来。目的达到，丽妃轻轻扬了扬嘴角。你放心，朕倒想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皇上宽慰着丽妃，抱过于一洛，捏了捏她肉嘟嘟的脸，才感觉气消了一些。对了，洛洛的满月宴，朕会让人去办隆重些。这些人不是说小公主失宠了吗？朕就偏要隆重大办，给小家伙长脸，不然丽妃这么软弱可欺的样，谁都能踩上一脚。皇上，人带过来了。两人颤颤巍巍的行礼。知道朕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你们看看那炭是给人用的。皇上，可能是小林子一时粗心拿错了，奴才这就给丽妃娘娘换上好的红夺炭。求皇上恕罪，都怪奴才粗心大意拿错了炭。还拿错？王公公这是想把事往小林子身上推啊？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的人，当什么内务府啊？既然拿个炭都会拿错，朕以为这手也就没必要留着了。小林子猛地抬起头，看看皇上，又看看王公公。可是王公公垂着头，显然没有要帮他说话的意思。王公公，你既然知道是小林子粗心大意拿错了炭，就由你砍掉他拿炭和打丽妃宫女的手吧。六啊！暴君这是故意刺激小林子吐出更多东西啊！奴才尊皇上饶命啊！是贤妃和王公公让奴才这么做的，奴才只是奉命行事。奴才若是不这么做，贤妃会杀掉奴才的家人。他们还说什么丽妃性子弱不会告状，小公主不得宠，不会有什么事。即便真的被皇上知道了，就让奴才背锅。皇上，小林子这是信口开河，奴才都不曾见过贤妃娘娘，她这是诬陷。奴才没有，贤妃娘娘说了，这事成了就把她身边的宫女给王公公当对视。皇上若是不信，让人搜王公公的身，他身上有一块手帕，上面有一朵海棠花，正是贤妃贴身宫女给的。皇上示意曹公公搜身，果然搜出了小林子说的那方帕，上面也确实绣着一朵海棠花。皇上，奴才是被冤枉的。手帕确实是贤妃娘娘身边的海棠姑娘的，奴婢见过。来人，把两人拖出去，杖责50，逐出宫去。可以啊，除去了贤妃的一大助力，否则有王公公在，贤妃安插眼线到各宫就更加方便了。曹公公，把2人被杖责逐出宫一事传播出去。皇上这是打算对贤妃出手了吗？消息很快就传入到贤妃的耳朵里。废物，坏本宫的好事！娘娘息怒，本宫知道你讨厌王公公，可现在他被处罚了，往后本宫还怎么往各宫安插眼线？娘娘，你现在掌管后宫，再提拔一个人上去用就可以了。你说的简单，有可能皇上开始怀疑本宫了，所以才处罚王公公和小林子。真是晦气！皇上这么做明显是给丽妃那贱人出气，也不知道两人有没有供出本宫。娘娘不是要为3皇子选正妃吗？你可以请丽妃和你一起帮忙挑选，顺便试探试探口风。不错，我们现在去丽妃那儿，顺便瞧瞧咱们皇上宠着的小公主。见过贤妃姐姐，妹妹带着小公主不必行礼，本宫过来是想给妹妹你道歉，是本宫管理不妥，才让内务府的狗奴才惹辱了妹妹。姐姐说的什么话呀？你才接管后宫，哪能事事周到？后宫人向来踩低捧高，又怎会是姐姐的错？想不到美人娘亲也懂得阴阳怪气啊！贤妃这个死绿茶，闻着味儿就来了，肯定是想套娘亲的话。还好娘亲不是什么傻白甜，看来3皇子挺像贤妃的，真是越发好奇贤妃的奸夫长啥样了，才让3皇子长得如此好看。露儿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妹妹真是通情达理。听闻皇上在妹妹宫里处罚了内务府总管，妹妹没被吓到吧？果然是来套话的。这就进入正题了。皇上让人在外面行刑，妹妹没被吓到，多谢姐姐关心。贤妃又问了几句，都被丽妃避重就轻地挡了回来。本宫今日来，其实还有一事相求。姐姐请说。妹妹也知道3皇子是个不让人省心的。
皇上让本宫给他挑个正妃，可本宫对京中贵女不太熟悉，想请妹妹帮忙一起长长眼。娘亲，答应他，我太好奇他会帮三皇子挑个什么样的正妃了。拜托拜托，一定要答应下来。好，妹妹到时候会去。哦耶，娘亲果然和我心有灵犀，太棒了。丽妃这儿什么也套不出来，让她心里更加不安了。贤妃走后，张嬷嬷上前，贤妃这是想套娘娘的话吧？丽妃轻笑了一声，不作答。洛洛，父皇来看你了。早上不是才来过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宝君肯定又想把我抱走。跨过门槛的皇上差点一个趔趄，早上不是还夸他来着吗？现在怎么又嫌弃上了？朕带洛洛去御书房，丽妃，你继续用膳吧。其实皇上带着小公主也挺好的，娘娘您可以轻松轻松。被抱出去的于一洛看到御书房几个大字，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，他好想逃啊，却逃不掉。咦，丞相怎么也在啊？看上去好憔悴啊，那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上了。这是和丞相夫人吵架了，被赶出来了。皇上听了这话，仔细的看了眼丞相。皇上，臣可有何不妥？进去吧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习惯就好。丞相大人找朕可是有要事相商啊。臣想找皇上告几天假。告假？莫非是你那女儿婚事还没退掉？李丞相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人家蔡家已经告知亲朋好友，儿子今年娶亲，眼见着离婚期越来越近，结果新娘没了，肯定不会同意退掉婚约的呀。于一洛下意识的就想张口告诉丞相大人，让他把另一个女儿嫁过去啊，可是发出的却是哇哇哇。这事儿怎么说也是因三皇子而起，对方是怎么说的？朕帮你出主意。不是，你能出什么主意啊？把人家蔡家都给砍了，或者逼人家主动退婚吗？这可要不得啊！这蔡家留着有不少用呢。你们在御书房不商议国家大事儿，在这儿商量后宅之事合适吗？好，皇上说帮你出主意。李丞相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了一遍。夫妻，真的夫妻，一个敢出主意，一个敢信。蔡家想要的是一个妻子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？给送过去不就好了？没那么容易，不然老臣也不会这么苦恼了。有李家这个白眼狼在前，李夫人怎么敢再把另外一个女儿送过去啊？女儿又不是她生的，我是心甘情愿的去，不是起了反作用吗？朕听说你夫人的绣功极好，不如让你夫人进宫见见丽妃，她想给小公主绣帽子。哟，暴君还知道摇人啊！让美人娘亲帮忙，这事儿肯定成了。书里丞相确实是这么做的，可惜没说服女儿。事情是解决了，女儿却和他们断绝了关系。谢皇上，臣回去就让那人明日带小女进宫来见丽妃娘娘。皇上处理了丞相这事儿，并没有把于一洛送回去的意思。去贤妃宫里。曹公公跟上他。这小公主去贤妃宫里坐镇。贤妃的寝宫离御书房不算太远，走了一会儿就到了。皇上，要不奴才帮您抱着小公主？你是觉得朕老了用不着？怎么会？皇上您是风采依旧，这都抱了小公主这么久也不累，还是单手抱。换奴才我早就手软了。曹公公真把屁拍的，原来暴君是单手抱着我就说怎么没有娘亲抱着舒服嘛，也不知道他来贤妃这个老绿茶这儿来干嘛。娘娘，皇上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思索间便看到皇上抱着于一洛走了过来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贤妃这宫里倒是暖和呀。来人，上茶。上什么茶？你不就是老绿茶吗？暴君就是这一套。臣妾怕冷，所以生了炭。丽妃妹妹被内务府刁难一事，臣妾很是过意不去。这些狗奴才实在该死，不过也是臣妾失职，求皇上责罚。你才接手后宫，有些疏忽在所难免，朕不怪你。谢皇上体恤，倒是让臣妾更加愧疚了。惺惺作态，刚刚喝的奶都快吐出来了。朕的冬装到现在还没赶制出来，往年这个时候该送到朕手上的。原来皇上来是为了这事。这么看，皇上应该不知道王公公是我的人，否则怎会这般轻易接过啊？这事儿真是臣妾疏忽了，臣妾会让绣坊那边尽快把皇上的冬装赶制出来。你记得盯紧些，别出什么差错。朕让你掌管后宫，是对你的信任。你再继续信任下去，小命就没了，还信任？臣妾明白，恭送皇上。出了贤妃的宫里，皇上的脸冷了下来。皇上回御书房吗？
去丽妃宫里用晚膳。皇上，你已经有许久没翻牌子了，这怎么？朕每天处理政务，你是嫌朕不够烦？可是这别可是了，你往后提一次，朕就罚你去洗夜的公桶。大臣们都来奴才这儿，奴才也没办法。你是听朕的，还是听那些老家伙的呀？奴才是皇上的人，以后不会再说了。暴君这么讨厌翻牌子啊，怪不得贤妃耐不住寂寞，红杏出墙了。说话间，到了丽妃的宫里，用过晚膳，皇上把李夫人明日进宫的事和丽妃说了。丽妃是个聪明人，笑着应了下来。娘亲加油，这事成了，以后蔡家这个金库大有用处。翌日午时，李夫人带着小女儿李倩来到丽妃的宫里，参见丽妃娘娘。丽妃笑容柔和地让二人起身，谢娘娘。李小姐很喜欢洛儿，娘娘恕罪，小公主长得精致，臣女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并非有意冒犯小公主。娘说了，进宫时别盯着宫里的贵人们看，我都这么隐晦了，没想到还是被丽妃发现了。不必紧张，本宫没有怪你的意思。你既然喜欢小公主，可以抱抱她。真的可以吗？小公主一直瞪着大眼睛看她，时不时的发出咯咯的笑声。娘亲，小可爱为你脸都笑酸了。这李小姐喜欢算账，嫁到蔡家再适合不过了，你加油。花蕊，带李夫人去看看本宫给洛儿绣的帽子。支开了李夫人，丽妃让张嬷嬷把匣子里面的银钱都拿了出来。这银钱本宫怎么算都不对，嬷嬷，你来给本宫算算。张嬷嬷心里不解，可也没多问，坐下照做了。娘娘，奴婢算的应该不对吧？是本宫为难你了。李小姐会打算盘吗？会，简直太会了。蔡家生意做大做强，还功不可没。李倩抿了抿唇，看样子李小姐是会的。既然会，就劳烦李小姐帮本宫算算。李倩也不好再拒绝。李小姐真是个妙人呀。娘娘过奖了，是臣女献丑了。这可不是献丑，本宫看过一个画本子，有个姑娘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偏偏对算账感兴趣。后来呢？后来姑娘嫁给了一个支持她的好夫家，凭借着自己的本事，让夫家变得越来越富有。娘娘，臣女也看过一个画本子。娘亲刚刚说的这个画本子内容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哦，本宫愿闻其详。一个女子，她的姐姐原本订了婚，可是姐姐心悦其他人，人跑了，给父母留下了烂摊子。父母原本打算退婚，可男方不同意。她的家里还有一个妹妹，娘娘觉得这个妹妹应该为家里考虑，顶替姐姐嫁过去吗？还有，你可快点答应嫁过去吧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。等李家这个恋爱脑过回去吧。这就要看这桩婚约好不好。说是好，妹妹嫁过去，皆大欢喜。女子的父母提让妹妹嫁过去了，这桩婚事在父母眼里是好的，可姐姐不这么认为，妹妹也不清楚。父母没提让妹妹嫁过去，父母若是对孩子好，定然不会害自己的孩子。他们没提，可能是被姐姐伤透了心，担心小女儿认为是因为姐姐不要了才给自己。听了丽妃的话，李倩只觉得本来想不明白的事儿都想通了。谢谢娘娘。娘亲这招高啊，不用李夫人他们开口，李小姐就会自愿嫁过去，太妙了。娘娘绣工精巧，臣妇看的都忘了时辰。本宫和李小姐很投缘，本宫听说李夫人双面绣得极好，勉强看得过去。娘娘若是不嫌弃，臣妇回去给小公主绣一双虎头鞋。丽妃自然高兴，应了下来，这才让人亲自送两人出宫。别着凉了。娘，女儿想清楚了，蔡家要的只是一个李家的女儿，也没指明要谁，那女儿就嫁过去好了。你好好考虑，娘不希望你后悔。女儿已经想得很明白了。李家的事情解决后，多谢皇上，臣的家事如今已经解决了，都是丽妃的功劳。那是，若不是娘亲出手，这事肯定成不了。对了，今日贤妃那个死绿茶要给三皇子选妃，暴君一直抱着我在御书房，我还怎么看热闹啊？丞相大人没什么事就告退吧，朕还有事要处理。暴君还真是人间清醒啊，可惜对上贤妃那个死绿茶就开始降智了。皇上嘴角抽搐了几下，打发掉丞相去到贤妃的宫里。看吧，这就迫不及待来找贤妃了。暴君真的超爱。不是你想凑热闹吗？贤妃寝宫一片热闹。皇上驾到！皇上走到上首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
带小公主过来透透气，难道朕不该来？都开始吧，三皇子还没来。三皇子估计还在哄穿越女，人家要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结果三皇子答应的好好的，你转身就让三皇子选正妃，可不是给人家小情侣添堵吗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婵儿等会儿就到。丽妃妹妹，你觉得哪家小姐合适？哪家的小姐都不合适。你儿子是个什么名声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哼，还有脸问美人娘亲？我娘亲若是说了，不就是把人姑娘往火坑里推吗？哼，是你给三皇子选妃，还是丽妃选了？臣妾就是觉得丽妃妹妹对京中小姐较为了解，所以才请丽妃妹妹帮着长长眼。哼，你自己的皇子选妃，你不去了解来参选的小姐，还指望别人？贤妃语塞。这时出去的海棠回到了贤妃的身边。三皇子来了吗？回皇上，你来说，让你说你就说，看贤妃做什么呀？她的脸上有字不成？三皇子在府里和一群青楼女子喝酒作乐，本来还以为暴君是在帮娘亲说话，所以对贤妃这个死绿茶。难道不是吗？想想觉得不对啊，他现在又不知道那些狗血真相，也不知道自己被绿了，所以肯定是觉得自己威严被三皇子挑衅了，才拿贤妃出气。亲自来为三皇子选妃，结果三皇子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太惨了。几人又等了一会儿，三皇子才姗姗来迟。参见父皇、母妃、丽妃。逆子，不知道今日选妃吗？砰的一声，完了完了！你三皇子睚眦必报的性子，以后肯定会加倍报复在暴君身上。你说说你打谁不好啊？打男主啊！儿臣知道，儿臣已有心悦的姑娘，不想选妃，求父皇收回成命。起来吧，既然你不想选妃，朕也不逼你。皇上，这穿越女洗脑的还挺厉害哈，居然让三皇子因为她不再隐忍。不过他这招欲擒故纵用的还挺溜，一边让三皇子反思自己，一边又更加厌恶上暴君，激发三皇子造反的心。几人离开后，选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三皇子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一般，贤妃是越看越来气。是因为杨欣吗？本宫就知道他不是个安分的主儿。是不是母妃不是一清二楚吗？即便没有心儿，我也不想选正妃。如今名声这样，不想连累其他人。本宫是为了谁？不是为了你吗？母妃若没有什么事，儿臣就先告退了。你站住！本宫不管你对杨欣是个什么样的想法，都给本宫收收心思，否则本宫会杀了他。三皇子不以为然，回到三皇子府。陈哥哥，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等你。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？陈哥哥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欣儿，我说了，我们这个地方跟你那个地方不一样。行。你见过我母妃吗？你母妃？我怎么会见过？你若是好奇，皇妹满月宴的时候带你去见见母妃。陈哥哥居然还有这么小的皇妹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很可爱。两人口中的于一洛刚睡了一觉醒来，于一洛被带回去喝完奶换了尿片过来时，已经到了用晚膳的时辰。哟，还穿一身绿呢，嫌暴君不够绿吗？瞧瞧这月月还休的样子，暴君看的眼都直了。皇上嘴一抽，起来吧，贤妃今日这身衣服倒是衬人啊。谢皇上夸奖，这是臣妾今年新做的衣服，臣妾很喜欢。不仅你喜欢，暴君也很喜欢。呵呵，贤妃娘娘送这龙袍过来，可有检查过呀？皇上，您瞧瞧这龙袍，赶制的时候，臣妾特意派人去盯着，拿回来又检查了一番，才送到皇上你这儿。贤妃有心了，朕去试试合不合适。这可是龙袍哎，出了什么事，看贤妃担待得起吗？哎，不对啊，暴君方才见了绣房管事嬷嬷，好家伙，他这是打算对贤妃捧杀呀！臣妾伺候皇上更衣，猎杀时刻，贤妃下线倒计时。好了，皇上看看满不满意？皇上，你怎么了？贤妃，你是不是在龙袍上动了手脚？还有脸问朕怎么了？皇上，臣妾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你的龙袍上做手脚。臣妾检查过龙袍，没什么不妥啊。你说了，龙袍是你派人盯着赶制的，要是你亲自检查过送过来的，不是你还有谁啊？你自己看看衣领处。看到衣领处隐晦的一根细针后，贤妃的手都有些颤抖。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谋害皇
皇上乃是死罪，臣妾又岂敢这么做？一定是有人想陷害臣妾。来人，贤妃意图谋害朕，拖下去关起来。哇哦，暴君干得漂亮，成功拿下首杀。贤妃因谋害皇上被关入天牢一事，很快就在宫里传开。哎，邓统领怎么来了？找皇上有事？是有些事，劳烦曹公公回禀一下。邓统领直接进去吧。这就是邓峰啊！不是说暴君对他极其看重，都是在殿外保护暴君安全吗？怎么现在才看到？卑职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邓统领怎么来了？莫非是抓了什么歹徒？回皇上，宫外一切正常，只是卑职听说贤妃娘娘意图谋害皇上，担心皇上龙体，所以特来问候。我信你个鬼！担心贤妃就直说嘛，还拿暴君当法子。之前你们二人都在暴君身边伺候时，可没少眉来眼去哈，还怪有情调的嘞。朕没事，贤妃已经被关进天牢了，朕会让刑部专门去审，不信他不开口。皇上没事就好，贤妃娘娘乃是女子，只怕熬不过刑部的审问便没了。是这样没错，她既然敢谋害朕，就该料到会这样。可是好了，邓统领再继续说，朕都要怀疑你是不是和贤妃有什么私交。既然没其他事，就退下吧。这是暴君离真相最近的一次了。好，我想告诉你，两人不仅有私交，还一起葬了孩子。皇上的脸黑了黑，三皇子的身份只有我知道，我又不会说话。等我1岁会说话的时候，三皇子恐怕已经彻底黑化。邓峰从御书房回去后，便让人把贤妃被抓的消息传给三皇子。陈哥哥，我刚才听到贤妃娘娘出事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喝酒？为什么没心思？你没听到吗？是他想谋害父皇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去劫狱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母妃。母妃？别人的母妃会对孩子嘘寒问暖，母妃对我只有谩骂。我说错了吗？贤妃出事了，陈哥哥你也会出事的，我只是不想你出事。母妃做的事与我无关，你出去，别来打扰我。三皇子揉了揉太阳穴，吩咐人备马车去宫里。皇上来了。于一洛一听暴君又来了，整张小脸都垮下来了，闭着眼睛就开始装睡。朕带洛洛去御书房。皇上来的正是时候，洛儿刚醒，来的可真不是时候。我已经睡着了，勿扰勿扰，暴君速速离开。洛洛，朕带你去见见你太子皇兄。于一洛一听，乌溜溜的眼睛立即睁开。太子啊，也是有些惨嘞。御书房，见到缺了根筋的皇兄了。太子轻轻抬眸张望，没有人开口啊。你这人哪哪都好，就是太固执己见。三皇子和穿越女联合杀了暴君，写下假诏书让你自刎，并让我于三皇子，结果你都不核实一下就自刎了。只怕暴君在棺材里啊，气得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太子确认了没人开口说话，他的目光锁定在于一洛身上。说吧，找朕何事啊？回父皇，儿臣想见见母后。太子应该是想为皇后求情吧？一个为自己杀母仇人求情的大冤种，若是没有皇后，你母后也不会死啊。什么母后？儿臣的母后不是皇后吗？陆皇后当年因难产而死，死前诞下一个死胎，所有人都以为陆皇后是难产而死，其实是因为现在的皇后调换了两人的孩子，并把陆皇后害死。不是，这两人怎么都不说话？暴君也不叫太子起身，怎么回事啊？太子跪下。儿臣遵旨。朕问你，你来是想为皇后求情吗？本来肯定的答案，到了嘴边便开始犹豫。朕再问你，假如朕被奸人陷害，对方用朕留下的遗诏让你自刎，你会不会照做？父皇是君，儿臣是臣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朕就是这么教你的，这是愚孝，你不知道？查都不查就肯定那遗诏是真的，若是就这么自刎了，岂不是让奸人得逞？哎，皇上息怒，小姐上着小公主。哼，若不是朕抱着洛洛，非得踹死，还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朕看你是想气死朕，你回去就给朕写愚孝这2个字，写到想明白为止。这不得归功于你找的好老师嘛？没把太子皇兄教歪，就该谢天谢地。其实太子皇兄其他方面还是挺强的，不得归功于你找的好老师嘛？没把太子皇兄教歪，就该谢天谢地。其实太子皇兄其他方面还是挺强的，若是能加以改正一下，必定比你更加能当好皇帝。父皇若是听到这么大言不惭的话，肯定早就把皇妹扔出去了。还好就我能听到，儿臣知错，回去就写。还有事？儿臣想抱抱皇妹，可以吗？抱着，小心些，别伤着她。我是太子皇兄，皇妹长得真好看。于一洛又咯咯笑了几声，不愧是白月光般的存在，声音好听就罢了，脾气也这么好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嗝屁的。
瞧瞧小家伙被太子抱着就咯咯直笑，对朕小家伙心里就没一句好话。太子越看于一洛越喜欢。父皇，儿臣可以带皇妹去东宫玩玩吗？等会儿亲自送回丽妃宫里。朕让你做的事你做了，有时间带洛洛，赶紧给朕回去写字。贤妃让人盯着太子这边的动静，一有消息就禀告他。说吧，怎么样了？回娘娘，太子并未替皇后娘娘求情，反而是不知道做了什么，惹皇上不快，被赶出了御书房。你说什么？小太监又颤抖着声音把话给重复了一遍。太子怎么不求皇上把皇后放出来呢？娘娘，太子既然惹了皇上不快，也未必是坏事。至于皇后娘娘，可以徐徐图之。想想也是，杨先回三皇子府了，已经回去了。哼，两人说话间，曹公公走了进来。见过贤妃娘娘。公公过来寻本宫何事？皇上让奴才来问娘娘，冬装可赶制出来了啊？本宫待会儿就亲自去绣坊看看，你且回去告诉皇上，赶制出来，本宫就送过去给皇上。等曹公公走后，便带着海棠去到绣坊。娘娘，一切都挺好的。贤妃应了一声。这丽妃那个贱人，几乎每天都能见着皇上。他念着的皇上，此刻面前正跪着一个人。你说贤妃已经把龙袍取回去了？是的，奴婢亲自交到贤妃娘娘的手上。行，你回去吧。皇上，晚膳是去丽妃宫里用还是？不用，在朕宫里用。是打算让贤妃送龙袍过来一起用吗？一直接着催龙袍进度去见贤妃，真有你。